伊朗的态度一向就是你要战我就战，你要和我也奉陪。美军现在攻击了伊朗80个目标，现在是美国去打伊朗。伊朗的面积有多大？美伊战争开打到现在，美国打伊朗的目标可能上万个了，伊朗还好端端的活在那里，打80个算什么呢？我看完之后，那80个还包含了60艘舰艇。伊朗的小型舰艇是蜂群舰艇，60艘对他来说算什么？所以其实这80个目标听起来好像很多，可是其实效果很有限，因为伊朗太大了。美军先攻击了伊朗80个目标，没有想到换来的是伊朗反攻击美军共85处的基地。美国说的他们对这个伊朗的不成比例攻击，现在是反而击出了更强硬的伊朗了吗？第二件事情，伊朗这次锁定的目标包括了在波湾地区的巴林科威特美军基地，是在警告波湾朋友别当美军的打手吗？是在测试美军的防御漏洞吗？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我们来看到的是荷姆兹海峡了，到底现在谁说了算呢？保险市场其实现在可以看起来都是向伊朗做靠拢的，是否代表说现在荷姆兹的掌控权已经落在伊朗的手中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美伊停火是不是真的看起来是完全破功？我们本来以为说美伊之间呢互相攻击哦，这个是一个小闹，但是这一次看起来完全不是哦。是直接下了重手，原因就是因为伊朗近期呢攻击了荷姆兹海峡的商船，所以美军的说法他要做报复。因此呢，我们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7日当天表示呢，已经完成了新一轮的报复行动。这一次他说动用的是精准的弹药攻击，包括了一共是伊朗境内80个目标。我们来看到这当中有伊朗的防空系统跟它的雷达站，60多艘的小型舰艇跟它的指挥管制网路，甚至它的反舰飞弹基地。美方官员是这样说的：这一轮行动不论是规模或者是打击的力道，都比10天前那一场攻击是大了4到5倍哦，力度非常的大。这是美军说的，这不是对等的回应而已，这是美军官员继续这样讲，这是一场不成比例的一个对伊朗的惩罚，而且短期之内美方的下手是不会结束的。我们看到这个美军的话一说完，伊朗确实来自于国营媒体直接证实，美国攻击了伊朗境内南部多个战略地点，还当中包括了多个港口哦，都遭到波及。而且伊朗现在也指控啦，美军对于伊朗的攻击范围持续的在扩大，已经到了不管是连商业用的码头、渔业的码头，甚至是渔船都要做攻击，造成许多平民受伤。伊朗的外交部非常的火大，他公然批评美国，并且警告美国，你违背了当初我们的谅解备忘录。接下来德黑兰也会采取同样的报复行动。话一说完，革命卫队是立刻展开了各项的军事行动，美军攻击伊朗80个目标，伊朗回攻击美国，一共是85处的重要美军基地。这当中包括使用了飞弹跟无人机，攻击了巴林第5舰队的驻地，还有科威特的这个空军基地等等。伊朗还声称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死神无人机。也就是说，美国说给伊朗一场不成比例的惩罚，是立刻被伊朗给打脸了吗？那伊朗现在是不是看起来更为强硬了？委员怎么看？当然了，伊朗的态度一向就是你要战我就战，你要和我也奉陪。所以其实伊朗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底气，当然是因为伊朗早就做好了相关的准备跟下半场的这个沙盘推演哦。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就是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哦。大家看到美军现在攻击了伊朗80个目标哦。可是大家不要忘了，现在是美国去打伊朗，伊朗的面积有多大？伊朗美伊战争开打到现在，美国打伊朗的目标可能上万个了，伊朗还好端端的活在那里，打80个算什么呢？我看完之后，那80个还包含了60艘舰艇，伊朗的小型舰艇是蜂群舰艇，60艘对他来说算什么？所以其实这80个目标听起来好像很多，可是其实效果很有限，因为伊朗太大了。关键问题是美国要打伊朗，而不是伊朗要打美国。我不断的在强调这个重要的关系。你美国要打伊朗，又要跑到伊朗家门口去打，所以在这个时刻，其实美军不要说80个了，打800个目标啊，对伊朗大概都不会有一点的痛的感觉。可是伊朗打美国不一样哦，就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就那么几座，我刚才看到了巴林的、科威特的都被打了。
我觉得如果今天我要是美国这个中央司令部的话，我干脆就不要修了。我今天把它修好了，明天可能又被打了，谁知道哪天大家看了彼此不爽又再来炸一次？那我现在干嘛修呢？现在对美国最大的问题是这样哦，你在中东的基地就这么多，你的相关的设施也就摆在那里，如果不断的在被攻击，那么回到下一个问题来，那你接下来的兵力调度就会有问题。你要怎么调度？航空母舰战斗群2栖登陆这个攻击舰。该调回美国本土的都调回去了，就算在这个中东地区的，你也离这个战区很远啊，因为你怕被伊朗不对称的攻击而消耗掉了你海军珍贵的战力，这些东西都是马上美国就要面对的问题。那对伊朗来讲啊，关键问题来了，伊朗借由一次一次的切香肠行动，它几乎已经让国际社会承认它有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了，就不需要你美国承诺。你就看着我一次一次的用切香肠，然后你看看国际社会到底是相信你美国还是相信我伊朗？现在显然看起来大家觉得相信伊朗比较有保障啊，我宁愿交了个钱，然后我就可以顺利的通过了。那我何苦去尬到美国跟伊朗之间彼此的纷争当中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伊朗来讲，他长远要的东西，他其实还没要到哦。所以我说，为什么伊朗他说要战我奉陪，要和也可以？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伊朗来讲。他要的东西大家都知道，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要能够自由发展这个浓缩铀的这个相关的权利，要美国解除经济制裁，要伊朗成为中东的一个正常国家，不要再被美国欺压跟这个打击，这些东西其实伊朗目前为止都没有拿到实质的成果。所以对伊朗来讲，他何尝不是在做极限施压呢？大家说川普喜欢玩极限施压，伊朗何尝不是呢？如果这场战争接着这样持续的不断的纷扰下去的话，国际能源的价格会持续居高不下的，那么美国马上就要面临9月要不要升息了，这就是通货膨胀的压力的问题了。美国的这个期中选举马上就要展开了，这些东西都是川普马上要面临的问题。所以今天不止川普对伊朗做极限施压，伊朗对川普也在做极限施压。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和谈前哦，美伊就以军事的角度来说，大家都在做最强烈的一个军事上面的施压。不过我们也看到这一波美伊互攻哦，伊朗也不是乱打。它其实呢有在挑选地区的，而且是对于美国来说，还有对于波湾来说是伤害非常大的。这一次挑选的地区，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嘛，锁定的是巴林跟这个科威特。为什么这2个地方我说非常的重要呢？先来看到其实呢，伊朗很清楚自己不会去打这个美国的本土哦，依靠的不是美国本土，而是在波湾地区。因为巴林这边呢是美军的第5舰队的所在地，是波湾海上行动的一个核心指挥枢纽，所以他选择第一个打这里。第二个，他打科威特，尤其是在当地的一个阿里萨勒姆空军基地，同样是美军在中东空中行动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哦，所以他直接打在美军在中东的神经枢纽上吗？那干哥怎么看？选择这2个基地的原因，另外也是对于波湾国家地区做一个警告吗？干哥怎么看？好，巴林的第5舰队基地大概已经快30年了，是美国第5舰队的基地，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从来不会有任何问题，也就是说，长久以来，你说同样都是穆斯林国家，但是巴林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它其实很稳的。所以我这个基地设在这边，我这个基地坦白讲一句，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它虽然不是所有重要舰艇的所在地，但是它是一个转运港，以及就是说下达命令的指挥所。好，那它这个可以停泊大型的军舰，最主要就是神盾驱逐舰的泊地啊。那所以这个港对于美国来讲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说你不用这个港，你就没有地方可以用了。坦白讲啊，那你要用谁的港？用沙烏地阿拉伯的港吗？那很远啊。那所以巴林这个基地非常重要。那另外一个在那个科威特的那个基地叫阿里萨勒姆啊，阿里萨勒姆这个基地那就重要的多。为什么？因为它有E3，有E3空中预警机，还有 KC-135，空中加油机，它还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那种无人机，或者是那个后勤支援装备，以及爱国者飞弹的转运站等等。所以阿里萨勒姆这个基地不一样，而且美国把这个科威特从海山，也就是以前伊拉克占领它的时候，就伊拉克总统海山占领科威特的时候，他把萨达姆打
打退了之后，然后就马上把美国主要的军机就交给了科威特，所以这个基地非常重要。可是你到现在为止，你知道它受损的程度吗？不敢讲，也许很严重。所以这一次他说他攻击了美国80个目标，那到底又有多少飞机受损呢？其实我说句实在话，伊朗可以经得起你打我85个，可是美国经不起被打80个，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因为美国只要挨打的话，那都是高价值目标。他连那个无人机的操作基地有没有？它是一个一个的长货柜，那个打下去，你知道那个不是那种铁皮屋盖起来的，是都很昂贵的。所以美国没有80个有价值的基地让你打，为什么？因为那损失太大。最重要的这是人员有没有受伤？那这一次我是真的觉得说，停火真的没有多久啊，这不到2个礼拜，然后伊朗又突袭了在荷姆兹海峡里面的3艘船，其中被打中的一艘就是卡达的船，那就是警告。对，那是有选择性的。卡达的油轮被打中了，就说你再这样子哈，我打卡达，我打科威特，我打巴林，都有象征意涵在里面的，就是说我不是这样子就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就被摸头了，就永远没事了。北海布伦特原油最近又涨到76块1桶，好不容易跌回72块1桶，就美国人可以喘息一下了。就像一打，两边一开打又上去了。西德州中级原油也从69块变成了73块了。那个都好不容易降下来，你现在又上去了，就为了这一点点小型的冲突，就现在升高为各打对方80几个甚至100个。那这场战事好像又要重启战端了吗？所以我们是真的觉得哈，美国他现在就说，你为了3艘船遇袭而又重新施展你的这个全面打击，我老实跟你讲一句，那个花很多钱，而且我看完全打乱航空母舰战斗群的部署。卡尔文森号又掉头回来，又要放飞机出去，然后你现在观望不能动，为什么？不能进行正常的部署，为什么？因为不晓得你接下来你要干嘛？你要干嘛的话，川普又叫我们不要走了，所以整个美军的部署，中央司令部又被卡住了。这件事情，我觉得短时间之内真的没有办法善了了。好，所以这一场这个攻击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不过，如刚刚帮我们特别看到的这一场美伊之间的攻击的起源，其实就是在6号这一天哦，因为荷姆兹海峡的争议哦，伊朗去打击这一艘来自于卡达的天然气油轮，所以那个油轮呢遭到重挫起火，才会有后续的各种攻击。那为什么伊朗现在要打？大家也在关注，原因是我们看到是说，不是美伊 MOU 已经说好了吗？荷姆兹海峡60天内是可以免费通行的吗？那伊朗现在其实在意的点，并不是说这个60天之内免费通行，而是说你要通行可以，但是你必须要走我的航线。但是卡达这艘船没有走伊朗的航线，所以被遭到攻击。现在也在看说，是不是等于荷姆兹海峡根本就是伊朗在掌控呢？另外，我们如果从这个保险费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哦。现在呢有2条路可以走，一个是走南部靠近阿曼这一条路，那这一边的保险费比较贵，是35万美元。那如果呢是走伊朗的航线的话，靠近伊朗的北边的话，它是28万美元，价格比较便宜。所以连保险公司是不是也都看出来，走伊朗的航线这一条比较安全，也代表伊朗掌控荷姆兹海峡的另外一个证据吗？苑老师又怎么看？这个议题非常重要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年的2月28号以前的话呢，荷姆兹海峡是完全自由开放的。然后呢，川普的做了这个要跟以色列一起联合打伊朗的这个动作嘛，这个战争动作，先把哈梅尼耶给干掉了以后，哈梅尼耶的话就是3天前吧出兵嘛，就是有他的丧礼嘛，就连那个川普自己都讲，他非常惊讶，他本来以为说伊朗被打了以后呢，就可以顺势就推翻政权更迭，结果搞了个半天以后呢，发觉伊朗人非常爱戴他们的宗教领袖，所以说那个伊朗人这个情况下来讲就转变了。这个你们 MOU 里面签的最14条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其实就是有关伊朗对于这个荷姆兹海峡的这个通行权有绝对的这个，他提名他不叫做收过路费，他收叫服务费了但是这里面讲的都是讲什么费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就是说，你必须要承认伊朗对于荷姆兹海峡具有实际上的掌控权。
所以现在的话呢，这个我上次在这个节目当中讲，那个长荣那个长利号。被打的话呢，我都觉得是故意打的，就是要告诉你，因为长荣的长利号，它的船多嘛，它基本上走的话呢，就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航道。但是的话呢，这个下面的话呢，走这个阿曼的航道的话，因为那个荷姆斯海峡很近，就是阿曼跟伊朗之间的，对，但它的那个海盗这么大概就是27、8公里的路线分成3段，那其中大部分就是一半以上靠北，就是靠伊朗嘛。那伊朗现在的话呢，我觉得有3个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它这个价钱会比较便宜。第一个的话呢，这个大家都会发觉，伊朗要求的才是真的，那阿曼没有这个能力啊。伊朗真的会。第二个的话就是伊朗真的会打。我们今天讲的题目都是伊朗在打那边这个打卡达过去的天然气船，这是非常危险的。对啊，这个。然后第3个最重要的原因的话呢，就大家都是按照伊朗的方向，因为它隔的地缘关系比较近。就这什么叫以量制价，就是。对伊朗来讲的话呢，我定的就是28万啊，你也便宜一点，你来，如果你便宜的不要，你就是故意跟我找茬，我就打你啊，就变成这个结果。那美国现在的话呢，非常麻烦，为什么？因为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这个荷姆斯海峡的控制不控制，其实是美国现在最关心的议题。其他没有了啊，其他的话呢，就是什么搞什么核能啊，什么浓缩铀什么的，这个都不是真正的议题。但荷姆斯海峡的话呢，这让大家全世界的经济都可以感觉到痛的地方，所以对大家很自然会讲说，我们现在油贵了，那就是美国害的。所以对美国来讲，这个权利非要争回来。所以这次也相对而言，美国本身也表现得强一点。但是我觉得美国再强硬的话呢，也斗不过伊朗，因为伊朗它这个地缘上的关系，再加上他们自己做的这段时间的准备，已经超过4个月的准备了。观众朋友，今天的美伊的火线话题一样的，我们会有3个开场的火线话题。等一下呢，会请来宾来一一帮我们就今天的大主题来做一个分析。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点，也就是现在呢，关键在于以色列哦，以色列要不要停火？而且呢，现在内部竟然有92%，高达90%的以色列人，他们认为伊朗已经赢得了这一场战争，而以色列说他有打赢战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可以说他几乎是输掉了整场战略吗？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做解析。第二件事情来关心到的是，美伊60天有望就可以正式的来签下了和平协议了，但是现在的关键，如我们刚刚特别看到的，纳坦雅胡他会愿意答应吗？纳坦雅胡为了保住政权，现在还是持续的进攻黎巴嫩，要把黎巴嫩拖下水。这场战事真的停得了吗？看起来要打上问号了。第3件事情来看到，美国现在压力可大了。这一场战争到现在已经烧掉了400亿美元，重点是这个金额只是一个初估而已哦。还有非常多的金额还没有被算进来，现在川普可担心了。本来他说呢，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强势总统，可以立刻的解决美伊战事。现在说呢，恐怕变成了当年的卡特总统，说现在是卡特2.0啊。开始反过来，他会来施压以色列来做停火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这一场美伊停火之后，其实我们要来看到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最新一轮的谈判在周末，在这个瑞士已经出现了这个初步成果。确实，现在双方有释出一些善意，包括成立了这个冲突化解小组，也设立了高级委员会等等哦。说呢，大家要一起来好好的谈有关于这个和平协议的方案。现在包括了巴基斯坦跟卡达也跳出来证实说，谈判其实呢这一次的进度还不错，最快60天内就可以签署成协议了。真的吗？可以这么的顺利吗？现在的关键点，最大的变数，也是观众朋友一直很好奇的，就是出在以色列了。以色列现在到至今还是持续的轰炸黎巴嫩，尤其是它的南部地区，造成了至少最新的这一波攻击，16人死亡，多人受伤，直接踩到了美伊备忘录有关于黎巴嫩要停火的这一条红线上面。另外，来自于美国自己媒体内部的报道，是来自于华盛顿邮报跟纽约时报的报道，他们特别点出了美国的情报单位已经正式的警告白宫了。他们认为纳坦雅胡接下来会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而不惜一切的去破坏美伊的和谈。纳坦雅胡的压力还包括来自于国内的人，现在最新的民调出炉都非常的不信任他，甚至非常夸张的是92%，90%以上的以色列民众认为战争的赢家是伊朗，而且纳坦雅胡的不支持度
非常高，支持者93%认为伊朗的得利更多，70%的民众不相信纳坦雅胡宣称的战果，56%认为他的表现是失败的支持率正式的跌破了30%。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心超过90%的以色列民众认为这场冲突最大的赢家是伊朗。从目前的情势来看，真的是这个样子吗？纳坦雅胡的支持度来到了新低，只剩下30%。再来就是接下来要选举，而且他还背叛这个贪污哦。他接下来会怎么做？会不会真的努力的去阻止美伊之间的和谈？孙委员怎么看？对，在这场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过，就是在这场战争里头，只要伊朗没有输，他就是最后的赢家。那么，到目前为止，伊朗在这场战争当中，他不但没有输，那么现在看起来这个接下来的相关的这个 MOU 的签署，或者是协议的这个方向那么伊朗恐怕远比没有输得到了更多那么，所以当然，伊朗绝对是在这场战争当中参战的三方就是美国、以色列、伊朗算是最大的赢家了。因为大家想想看，当时伊朗所要面对的是全球军事第一强权美国，跟中东军事第一霸主以色列两个国家联手的攻击在这两个国家联手对这个伊朗进行灭国之战的时候，伊朗居然挺住了那么，所以在这一点上，光是在国际社会上，伊朗在这一战就一战成名了，就是美国跟以色列联手打都没有把伊朗打趴。那么就代表说，伊朗以后在全球的地缘政治里头来说，它就是一号人物了。那么更不用讲说，伊朗在这场战争当中，它所发展出来的这种不对称作战将来一定会成为未来战争的一个很重要的范本了。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原本伊朗长期以来就面对美国的经济制裁的那么国际社会对伊朗其实坦白讲，一向观感也不怎么样。但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战争之后，美国为了这个尽快的从伊朗这个战争的泥淖当中抽身他不惜做出了如此重大的这个各式各样的让步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伊朗的石油可以堂而皇之，不需要偷偷摸摸的卖到全世界去了。然后甚至美国对伊朗长期的经济制裁，未来都极有可能松绑，还不要讲说美国这个叫中东的国家跟他亚洲盟友去出那3000亿帮伊朗重建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在战前这个伊朗想得却不可得的那么在这场战争之后，美国双手奉上了。那么第三个关键的重点是在这场战争当中，伊朗这个实兵演练了一件事情，他知道他可以不要有核弹，因为呢，赫姆兹海峡就是最好的核弹。如果赫姆兹海峡再加上阿曼海峡，就是2颗核弹就他这次非常有效的用赫姆兹海峡的这个掌控权这样的一个这个地缘的关系位置就掐住了全球能源跟这个粮食的咽喉了。那么，所以其实对伊朗来讲，他就算承诺我以后不发展核弹，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手上握的一个是随时都可以用无限式的使用的核弹就一颗核弹你炸一次就没了。可是赫姆兹海峡你却可以长期的使用，一颗核弹你只能炸一个地点，可是赫姆兹海峡你只要掐住了这个咽喉，你对全世界都会造成威胁所以从这个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从整个这个大国博弈的这个角度来看，从这个伊朗希望在这场战争当中得到的这个相关的这些经济利益跟资源来看，其实当然。如果要严格来讲，伊朗的确是这场战争当中最大的赢家。好，是连这个以色列90%的民众都认为是伊朗赢了。那接下来这个纳坦雅胡会怎么做？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自保，会怎么做出决策？那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有办法单挑伊朗吗？杨老师又怎么看？我目前觉得，其实现在在瑞士展开了谈判这个60天，大家要知道，它还没有进行到所谓核武跟浓缩铀。他在谈的是海峡，然后呢，反封锁，也就是封锁的解禁，以及黎巴嫩的问题，也就是真主党的问题。那这个60天之后呢，如果真的达成协议，才会进行比较困难的，也就是核武跟浓缩铀。那伊朗这边当然也可能会提赔偿或整个中东安全的问题。这是形势之下使得大家不得不接受的一场谈判，但我觉得现实困难重重。
绝对不会是这么单线的哦。伊朗完全取胜，美国从中东退出，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比比遭受挫败，然后呢下台一鞠躬。我觉得绝对不会如此，因为美国不会放掉中东这一块肉。美国在中东有这么多的军事基地，虽然受创，但是呢，它还是影响力十足。它也要防止伊朗崛起，整个掌控中东，成为地缘政治的最大赢家。伊朗现在虽然看起来在不对称作战上是赢了，但是呢，它的代价是很高的。它整个经济民生，而且接下来政治能否真的稳定也不确定。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美国绝对不会这么轻易的放掉他手中的一切。那我觉得会是一个动态的僵局。那甚至呢，可能各自都退一小步。比如说荷姆兹海峡大概的航行，但是伊朗还是会掌控，比如说管理局、服务费，甚至指定航道，因为他知道这个是自保的，最重要核弹级的保护的关键。那美国就不可能全然的去放掉一切，那也不可能放掉一切之后，他怎么对美国内部的交代？那等于是真的是签了一个失败协议。也最后这个3000亿美元也不可能美国自己掏腰包，根本可能不一定会真的出现。真的出现也部分的会要海湾国家去分摊，甚至日本跟韩国。我会说你现在油的问题解决了嘛？你看在6月17号之前，布兰特原油94块，今天78块，一下掉了很多啊。我们现在连中油都可能要降价了。所以受惠的国家会有一些。因此，我个人觉得以色列这边当然也知道，现在内塔尼亚胡已经是后内塔尼亚胡时代。因为他10月7号之后再连任的机会不高了。对，他再怎么闹，再怎么搅局，我觉得都不高了。但是呢，有一个东西不会变，那就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所以，当施米留问我说，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能不能够单挑伊朗？如果以色列主动要去搅局、挑战伊朗、攻打伊朗，美国不会支持。但如果伊朗跟这个攻打以色列的话，我觉得美国一定会全力的去支持他，而且美国会支持以色列持续的在未来在黎巴嫩或者是巴勒斯坦的这些征战。就算新的政府上来，这个基本的态度也不会改变，也许稍微会缓和一些，不会像内塔尼亚胡这么的强硬派。而且这么强硬，到后来证明他的战略是错误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会是一个动态的僵局，而且大概就维持这边这种长期的不稳定中的稳定。然后呢，让这个伊朗忙于这整个区域，忙于美国的压力，而美国依然能够在这边维持它的军力跟影响力。好，那我们等一下同样的问题也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所以就是接下来川普对于这个纳坦雅胡的态度，您又怎么看呢？因为现在其实美国的内部真的是压力非常的大。刚刚也特别提到有关于战损的部分哦。CSIS 这边做出了一个最新的估算，就是在这场冲突当中，美国现在花费已经高达了400亿美元。那这个是初步的一个数字，因为呢，当然还有很多是有关于这个原本就编列的军费，其实都还没有加进来。再来就是川普的另外一个压力来自于美国国内民生嘛，我们都知道它的通膨压力非常的大。现在呢，油价最高一度是来到了每加仑4美元，一个家庭就要多支出了250美元哦。那么再来就是川普的政治压力了。他本来觉得说，我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很快就可以结束掉伊朗，结束掉这一场战争，几周之内甚至几天之内就可以。结果没有想到打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00多天，还没有办法停止。有人说川普越来越像当时在1980年的这个卡特总统，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卡特是因为伊朗的人质危机，所以拖垮了他的整个任期。现在川普是不是有点像他的翻版呢？因为我们看到他在各方面不断的让步，不管是说被迫签下这个 MOU 啊，或者是解除部分对于伊朗的这个限制，甚至要承认伊朗的主权，还要帮以色列收拾残局。有人说这个叫做川普最不愿意承认的卡特2.0正在成型。舰长怎么看？究竟有多么像卡特2.0？那我们看当初在凡尔赛宫里面签的那一个 MOU，谁先签名的？是
川普先签名的。那接下来我们才看到的是伊朗的总统签名的。我们回想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无论是在欧洲战场、中国战场或者太平洋战场，谁先签名的都是德国跟日本。那后续的才是盟军的当地的元帅。那例如说，在中国战场就是何应钦将军来签名的，所以这就注定是输了。还没有看条约的内容，那例如各国都有，那外交部都有条法司，都有礼宾处啊，难道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吗？怎么可以让川普总统先签呢？先签就是输了。那这第一个，第二个有关于我们讲到说。会不会未来有关于这个逼纳坦雅胡停火？其实你可以不要开火。那这个问题其实布林肯之前就讲过了。布林肯说，当初你们现在所听到的种种情资，他说拜登总统人类都听过了，那只是拜登总统没有做开火的这个决定啊。那至于说我们讲到说现在这一个到底重建基金是多少？400亿。那所讲的，也就是无论是被击落的 F-15啊，或者是这个 F-35啊，还有那个 RQ-4、MQ-9，那个这一些无人机，大概就是这个数量。可是难道美军不再回这一个波斯湾吗？他要回去。他怎么样收拾这个？无论是第5舰队，或者是卡达的长城预警雷达，还有乌代德空军基地，那这一些通通都要重建起来。之前就算过了，它需要4000亿，那这个根本就跟天文数字一样。可是川普现在到底追求的是什么？他其实追求的是只有历史定位吗？可能不止如此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可能要追求的是他的第3任期啊！现在田纳西州的这个众议员奥格斯，他已经准备要修改这个宪法宪法修正案第22条，也就是总统不限两次的任期。那而且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我们再回想川普总统的很多动作，什么动作？第一个，他做了有关于白宫宴会厅的这个改建，什么时候完工？2029年1月。难道他改建是为了他卸任吗？当然不是嘛，对不对？他或许更想要在那边开启第3任期的一个宴会嘛。那另外，他还要建构这个川普级的这个战舰。我请问一下，什么时候开始打造？2030年呢？他现在做的这一个专案这么伟大，可是呢，2030年他已经下台一鞠躬了。谁下一任总统共和党的都未必帮他做，范氏都未必帮他做，你可能要求这一个民主党帮你做吗？那当然不可能。所以他要追求的是第3任期。首先，我们看到第一句话，川普呢，其实这一次是在公开的场合，也就是在 G7 的时候，讲到美伊战事，竟然讲了一句话，震惊全场。他说，伊朗可以拥有飞弹。他说，从长期为什么这个川普的态度从长期的封锁到现在立场大转变呢？这当中是不是被现实给逼到让步了？导致他只好战略重置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件事情，其实呢，我们看到美伊战事到现在没有办法真的平静下来的重点原因，就是在纳坦雅胡了。范斯这时候受不了了，他跳出来痛批纳坦雅胡仍然持续的强硬的推进黎巴嫩。接下来，华府对以色列的耐心还有吗？甚至有没有可能用一些方法来逼以色列收手？比如说切断对于以色列长期的军援，或者是卡以色列的武器来逼以色列收手呢？有没有可能这么做？最后会来关心到的是，我们刚刚提到了伊朗现在打出了各种的谈判的筹码，不管是荷姆兹海峡，不管是有关于石油问题啊，还有这种经费的重建，他也拿在手中。可以解读伊朗真的赢麻了吗？今天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来看到的是这一次美伊的协议签下去，真正炸锅的、最紧张的，现在恐怕就是以色列了。因为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川普在 G7 当中说的，来看到细节，他说呢，伊朗必须拥有一些飞弹。因
因为呢，其他国家也有啊，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它可以有飞弹，为什么伊朗不能有呢？他还说飞弹不是问题啊，它是不会炸毁整个地球的。这一句话震惊了全场，因为我们知道过去数十年来，甚至在这一次的美伊战事，为什么要打的一个核心的关键之一，也是因为伊朗的飞弹长期被美国跟以色列视为中东的最大危机。如今川普的态度大转变，大家就在看说，是不是因为打伊朗的代价实在太高了，高到川普无法忍受了。包括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战事当中，美国承受的包括了荷姆兹海峡被封锁，基地遭到袭击， F-35被击中，阿帕契还有 MQ-9死神无人机被打下来，连他的盟友这一些波湾国家也受到非常大的打击，包括了飞弹的攻击等等，所以川普真的是撑不下去了。那么我们看到伊朗的外长也最新喊话了，他说飞弹也是特别提到了飞弹哦，他说是拿来发射的，不是拿来谈判的，这话说的非常的强硬。那么现在呢，以色列他也非常的焦虑了，尤其是美伊双方签的这个协议，以色列是没有角色在这当中有任何发言权的。我们来看到范斯最新也痛批了纳坦雅胡，他说呢，川普啊现在是全世界唯一一位同情以色列的伟大领导人。还说呢，以色列大约你们有2/3的防御武器都是我们美国制造，美国纳税人钱替你们买单的。言下之意就是说，是不是呢？美国有可能收手对于以色列的武器的提供呢？是可以这样解读吗？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好，我们先来看到川普从限制对于伊朗的飞弹，到现在说，这个伊朗也可以拥有飞弹，这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另外一方面，以色列的部分持续的推进在黎南地区的这个进攻哦，那么已经惹怒了范斯跟川普，美国会不会干脆放手呢？就让以色列自己去对付真主党，甚至让真主党去打这个以色列，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张将军怎么看？因为伊朗这一次他的整个跟美国还有以色列之间的战争，这38天来看，这伊朗它有发挥的它3个特色。第一个，伊朗的战场经营是行之有年，经过40年的经济制裁跟武器禁运，伊朗它就做战场经营，它利用它的地形，将这些武器装备重要的地下化、山洞化，让以色列也好，或者是美国对伊朗的这方面的攻击战损相对的有限，这样子呢，伊朗的战力保存就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所以它会有后续的报复，就是这个伊朗所说的真实承诺，一批一批的打了100多次。发现那这不是被以色列跟美国炸的差不多了吗？甚至川普还讲说已经毁掉伊朗90%的战力，那结果没有90%啊，这一波一波的怎么算？那90%只是川普说的，那真正的情况，保持说伊朗的这个战场经营是行之有年，而且有相当的成效。第二个，伊朗他敢打，他敢报复。今天大家对不管是以色列或美国对伊朗打的，伊朗就去炸，他总共毁了美国在这个中东地区驻军的，不管是科威特、阿曼，还有这阿联酋、沙烏地阿拉伯，还包括了巴林，整个地区总共击毁了，对，击中了228个军事目标。所以他的报复能力是有的，那他敢打，他不怕，因为攻击是最佳的防御，不能一直防，你防那别人的基地还好啊，继续起飞，继续炸你，那你怎么办？一报复把它炸掉嘛，炸掉就是打仗就是要毁掉敌人的有生战力，所以他一定要实施报复，一定要实施攻击，以攻代守，这是伊朗做的，我们知道这个战略决策非常的明确。第三个，伊朗他不怕打，他继续打吧，你要不要继续玩？他继续啊，没有说这个38天打完了，美国如果要继续动，那继续动什么？你如果美国小动，那伊朗小报复。那如果美国大动，那伊朗也要大报复哦。伊朗都是这我们讲的对等报复，都是这样。换句话，他不怕继续打，他不会说这个38天打完了，他自己就有所禁止，所以有所限制。所以美国没有一击奏效，没有一鼓作气。美国过度乐观，让伊朗这方面有了底气了，没有让伊朗在战争意义上屈服，所以伊朗在后续的谈判就能跟美国分庭抗礼。
而谈出这个对伊朗比较有利的 MOU 谅解备忘录。好，我们看到伊朗有各式的底气哦，所以现在呢可以跟美国来做这个谈判。那另外一方面，可是呢，美国想要停手，关键点也是以色列的部分要停手啊，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以色列呢持续的对黎南来做推进。那刚刚讲了嘛，不管是川普或者是副总统范斯都非常的火大，要求以色列停手。但是呢，美国可以怎么让以色列停手呢？会停止对以色列的军援当作是一个卡关的一个手段吗？那另外一方面，纳坦雅胡真的也愿意停手吗？一方面他还要面临国内的这个官司、贪污的官司压力，那他有没有可能为了延续政治生命继续打下去？有没有可能？那厉将军怎么看？川普终于认清了纳坦雅胡是一个渣男，是一个骗子。这个原来这个跟伊朗是在2月26号的时候，在瑞士日内瓦谈判的时候，其实以上的台院都谈得差不多了，结果没想到2月28号，我们都知道那天川普突然被纳坦雅胡骗了进去打了这场仗。好，我们联手来把伊朗推翻掉。我们现在斩首作战，我有最新的情报，他们今天所有高层都集中在这边开会，我们一口脑把它炸掉以后，伊朗政权就推翻掉了。川普一听，有道理哦，这个这么好的一笔生意，那当然就加入一打。好，打了1个月以后，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这个1个月过程是怎么样？不是都美国在打吗？战损都是美国在付出的啊。以色列有什么战损？美国光战机包括到无人机，总共被毁掉了45架大概我算过大概45架。那美国从这个韩国这边调动它的萨德系统爱国者去协助伊朗防卫。总共打了200多枚，为了防卫以色列，美国打了200多枚的爱国者导弹。那以色列自己打了几枚呢？他大回头是打不到100枚，那是不是美国在保护以色列？都是美国在花钱。再来，我们讲美国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少？我们现在不管是川普自己面临的国内的通货膨胀，包括他们自己在波斯湾地区的基地都被打了。那攻击型的武器，他打了更多，花了多少钱？光战斧型巡弋导弹1枚要300万美金，美军我算了一下，他大概打了900枚，之前说850，后来那天又补了49枚，将近900枚，1枚300万，美国花很多钱去打了这场仗，动用了两个核武战斗群。那试问一下，大家回头去看。伊朗有什么战损？伊朗好像没有什么战损了。伊朗现在急着就是想要把美国再拖入这场战争里面，让他不要脱身。那纳坦雅胡为的是自己的政治前途嘛？这场仗只有继续打下去，他才避免他的这种贪腐的官司在自己国内受损。他可以借着国内还在战争的这个理由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所以我觉得这是川普很清楚看出来纳坦雅胡他的目的嘛。那你现在继续在这边，在黎巴嫩南边那边继续发动这场战争。来这个让我没有办法跟以色列来进行所谓的和平的和谈的协议所以那当然川普会非常的生气，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很明显看得出来，川普就从这场战争里面他也看清以色列的这种纳坦雅胡就是一个渣男，就是一个骗子，陪他去打这场仗，害他亏了这么多。好，那我们也来看到说，那美国没有办法停手，因为有以色列嘛。那所以呢，我们现在也看到说，那美伊现在双方要签这个 MOU， 到底对谁比较有利？因为也有外媒直接说这个伊朗是赢麻了，真的可以这样子形容吗？我们稍微来看到一下，这一次呢，这个协议签下去之后，可能有许多的条件是对伊朗相当有利的，尤其是在经济这一方面。来看到的石油的部分，接下来一旦恢复在战前的这个出口量的水准的话，伊朗年收入可能就会突破600亿美元，这是来自于最新的估算，换算新台币1.9兆元。另外呢，超过100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伊朗的海外资产会被解冻。再来就是美国这边上次我们提到了承诺说3000亿美元要帮助伊朗做这个重建的计划，伊朗也可以拿到。再来就是荷姆兹海峡在前60天免收费，但是从这60天之后就会转为制度化的收费制度。现在呢，不只是外界批评川普，我们看到许多的共和党员也非常的不满川普，认为他是巨大的外交政策失误。当然了，川普是不会承认的。他回应说：“我不想成为胡佛，让战争拖垮经济。”等于说，他现在也承认了，美国现在内部面临非常严重的，不管是石油啊、股市啊、通膨、经济的各式问题。汉庭怎么看？
这个哪有那么容易去拿捏川普呢？你看川普在其他的 G7 国家有给任何人好脸色吗？没有嘛，终归还是实力原则。那全球都看懂，就是美国输了。今年呢，在我们农历年来说叫丙午年，所以美国签的就是丙午条约。甚至呢，这是美国签的一份悔过书。你看，这川普过去多嚣张狂妄，把我的世界当中没有国际法啊，除了我的意愿、我的拳头之外，没人可以约束我。但是现在 NOU 的第一段文字，美国自此承诺不再对彼此发动任何战争或军事行动，也不以武力或武力威胁。连威胁都不可以，所以美国已经退让到不能再退了。而且也正式宣告，自从1979年之后啊，美国大概每一个总统都有打伊朗跟灭伊朗的梦，现在也正式告吹了。所以美国呢，不仅说不要去摧毁伊朗的导弹，川普还说可以拥有飞弹，也要同意解冻伊朗的所有的资产，还要再送上3000亿美元重建。不管川普怎么解释啊，这个不是赔款啊，那这也不是美国的钱啊，是别的国家要出钱啊。那把它包装成投资啦、重建啦，刻意淡化赔款。但是根据 NOU 的内容和资金的用途，事实就是你美国为了要结束这场战争，补偿伊朗的损失，不得不逼迫你的盟友，然后来投资3000亿美元。你就是以重建之名来行赔款之实嘛。所以美国花了750亿美元对抗伊朗，然后又花3000亿美元重建伊朗，为了啥呢？就是为了要开放荷姆兹海峡。那在战争之前，它本来就是开放的，所以我们还是要讲回那句话，就美国帝国主义啊，就不讲理，凡是能不讲理的地方一定不讲理，如果能讲一点理，一定是被逼得不得已了。让我感慨，老美的衰退速度真的堪比光速，能够打仗打到让老美赔款，这在我小时候幻想中觉得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没想到2026年就实现了，而且还是伊朗让它实现的。那当然未来呢，你说这什么3000亿啊，会不会完整的兑现啊，或是能不能兑现一部分，这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只要是白纸黑字写在条约当中的，还签字了，这个钱最后来多少都不重要，因为是美国帝国主义的面子跟里子都输光了。要知道神是不能流血的，神全能的神，世界的灯塔，然后呢这个了不起的美国霸权，现在呢竟然已经在正式对伊朗吞下苦果跟惨败。一旦美帝走下神坛，就是美失其路，天下共逐之。